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小游与猫，我是小游。相信大家看了标题之后，已经知道我今天的视频内容要讲的是什么了。2020年真是多灾多难的一年。在今年的3月份，我带着妍妍去宠物医院检查，被确诊出她有杯状病毒的感染。那个时候，妍妍她的口腔里面有很多的溃疡、脓肿。医生跟我说她还会有痊愈的几率，所以我就选择了给她做保守治疗。保守治疗也就是给他输一些葡萄糖、氯化钠补充能量，打一些消炎针，还有止痛针。当时打了差不多1个星期，感觉他情况有好转了，吃东西也不痛了，所以就带他回家啦。差不多又过了2-3个星期之后，妍妍的情况又恶化了，里面的溃疡又开始扩大，又开始有脓肿，淋巴也是特别的大，然后我又继续带他去医院打针输液，几乎是每个月都要去报到一次，真的是非常的累。就在上个星期，我决定给妍妍拔牙，并且进行了手术，手术十分的顺利。之前的视频里面有一期我说过，不太建议给猫咪拔牙，那我到底是因为什么突然又决定给猫咪拔牙了呢？第一个是对他的身体造成了负担，因为每个月都要去医院报到，每次都要扎针输液，他特别的怕疼，特别的抗拒。但是你不扎针不输液吧，他的口腔又开始发作，又开始有溃疡，吃东西特别的痛，所以到后面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吃东西，整个猫咪看起来都是特别的没有精神。第二个是对妍妍的心理造成了影响。因为他每次去医院扎完针回来之后，都是很自闭的，不愿意跟其他的猫咪玩，就躲在角落那里静静的，什么事情也不做。其他猫咪也不愿意跟他玩，因为妍妍在吃东西的时候会发出很痛苦的声音，他们都觉得很可怕，不太愿意靠近它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挺严重的问题。还有第三个是我现在的收入不是很乐观。因为妍妍每周去打针输液花差不多将近1000来块，我的收入完全不够这些支出了，所以还是拔牙吧，这样子她也没那么痛苦，我也就没那么多负担。现在时期她也有在进行一个术前的治疗，也就是让她的牙龈没那么脆弱，还有一些溃疡没那么多了之后，再去进行全口拔牙。这个全口拔牙呢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进行的。如果你们家的主子口腔没有像我们家那么严重，也不是得那些杯状病毒，就没有必要说要给他拔牙，因为拔牙是一个大手术，对他们来说是有一个创伤的，所以大家还是所以我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，大家可以听一听，看一看。给猫咪拔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？一个是要跟医生了解你家猫咪的情况，看一下你们家猫咪是否有必要全口拔牙。像妍妍的话，我就是不太建议给它全口拔牙，只拔了后面那些大牙，医生也同意了。它的确也是后面的大牙会经常反复发炎，前面的犬牙就还好，没有发炎了，后面就给它吃药治疗就行了。但是像10期这种比较严重的，就必须得全口拔牙，这个是一个。第二个是要跟医生了解这个手术的流程。像妍妍时期他们去治疗，一般都是会在手术前1个星期给他们进行输液，还有打一些消炎，让他们的牙龈还有溃疡没那么多，没那么脆弱，才去给他进行手术，这样子手术的风险就会降低很多。第三个是物资的准备，需要给猫咪准备一些罐头，还有一些它们爱吃的猫条，因为它们的牙齿没有了，吃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它们不能去嚼那些很硬的猫粮，所以在术后一般都是给它们吃软的罐头，会放一些药给它拌着吃，这样子的话它们也是很乐意吃的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差不多到这里结束啦。关于猫咪拔牙的事情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在视频的下方评论，也可以把你的问题私信给我。
那我们先这样吧，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妍妍，害怕吗？子琪，痛吗？口水还是流了。隔壁有人。喵喵。你的舌头还露出来了，前面的牙齿都没了是吧？不习惯。子谦，子谦，打完针就回去了。